小子闖啥大禍了？刺史的親兵把营门都封了。老子这12年连军饷都没見着幾個大子，哪有心思闖禍？邊軍木頭即刻參見刺史。管他是福是禍，要是真能見着刺史，我非得把弟兄們欠了半年的軍饷討回來。這眉眼，這輪廓，簡直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。楠楠，娘親沒想到此生居然還能找到你呀！閉嘴！瞧瞧他這副德行，我趙雍志的女兒竟然會變成這種兵痞模樣，簡直顏面掃地，讓我趙氏家風何存？阿姐，我知道是我鳩佔鵲巢，我願意把一切還給你，只求你。求你不要搶走父母兄長對我的愛，那虛頭利腦的愛我不稀罕。爹，既然我是你真閨女，那咱們談點實在的。我那幫兄弟們欠了半年的軍饷，您看能不能先給結一下？父親，青青才是您與母親親手養大的女兒，17年承歡困夏，她才是真正繼承趙氏家風的閨秀。青青莫怕。即便找回了姐姐，娘親也絕不會不要你。娘，我害怕。瞧这位甄小姐，親娘近在咫尺，她倒像是來看熱鬧的。誰讓二小姐是夫人心尖子嗎？聽說當年這換子之事，全怪那個接生婆子。當初那接生婆何其狠心！17年前那個雪夜，她為了讓自己親孫女過上好日子，竟敢偷梁換柱。所以我就是那個被婆子扔在雪地裡自生自滅的倒霉蛋兒。阿姐，青青並不知情，青青真的不知。行了，17年前的事兒聽明白了，現在談17年後。趙大人，能不能從這位二小姐的生活費裡扣點，把我兄弟們的軍饷結了？你眼裡除了銀子，可還有半分骨肉親情？回大人，沒錢，我兄弟們的命就沒了。至於親情，剛才我看你們抱得挺緊，想來是不缺我這半分的。血濃於水，既然找着了，從今往後，你便恢復本名趙木槿。這府中，你與青青皆是趙家小姐，吃穿用度一應按例補齊。得嘞，既然大人發話了，我這就回營收拾行李。麻溜過來。我就說木頭是女的吧，你們這幫呆子非不信。現在瞧瞧，人家摇身一变成了刺史家的大小姐了。我先前那是沒當真。不過木頭，無論你是男是女，那都是咱同生共死、以命換命的親兄弟。哎，木頭真是好福氣，那刺史大人家裡應該一天能包3頓餃子吧，還得是純肉餡的。求你們那點出息，等老子那裡安頓好了肉餡餃子，管夠。走了，兄弟們，記得給哥幾個寫信。豬身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將軍以前讀這詩的時候，我覺得遠，現在一屁股坐在這兒，倒是燙人。我那幫兄弟還在營裡凍着，將軍去朝廷要了半年的糧都沒要到。這趙家小姐的名頭，要是能換成弟兄們的軍饷，倒也不賴。你不會以為光憑你是親生的，就能在趙府立足吧？趙府世代為官，出的都是上等名流。瞧瞧你這副粗俗的樣子，渾身兵痞氣，你配做趙府的小姐嗎？在我的人生裡，動嘴皮子是最沒意義的事。兩國交戰，雙方言官吵破天，又能如何？最後還不是看誰拳頭硬，誰手裡的兵馬多。你竟然敢不理我！青青，阿哥，我疼。青青，你沒事吧？傷着哪兒沒有？好端端的怎麼跌下來了？我原本正要下車，不知怎的，後面突然傳來一股力道，我就跌了下來。後面傳來的力道，那馬車裡不就只有剛回來的那位趙木槿？
你竟然推青青！我知道你流落府外受了苦，心里有怨气，可换孩子的事不是青青做的，你何苦对她发作？阿雄，你別責怪姐姐，姐姐定然不是有意的。想必是姐姐在軍營待久了，不知道下車的規矩。況且姐姐怨我也是應該的，害姐姐流落街頭的是我親祖母，她做下的孽，理應由我這個孫女來償還。青青，你這傻孩子，快起來，雪地裡涼。不，姐姐不原諒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戏挺好，姐姐，你竟然覺得我在演戲？青青，青青，你醒醒！青青，這趙府的雪確實比軍營的冷，心眼兒也比軍營的多。來人，快傳太醫，動作快點！我可憐的女兒，偏要讓你遭這樣大的罪。原本以為有了親爹親娘能當個依靠，現在看來，這親情也就是那回事。這青州苦寒，連片青菜都難見，刺史府居然有這種奸貨。喂，這果子我能吃嗎？能的，這是官道快馬送來的。好嘞。钱，孙三娘的錢。赵府真有錢，有錢真是好。瞅瞅，刺史府出来的奸貨，給個爽快價。喲，這可是稀罕物。那幾頭全要了，給我捆結實了。送到青州軍營，親手交給那幫泥腿子。兄弟們，見字如面，豬到了就快點殺了吃，千萬別像上次逮到的那頭羊那樣不捨得吃，結果越養越瘦。放心，有我在趙府，咱們以後頓頓開葷。這棵樹要是能賣了，少說能給軍營的兄弟們一人換一套帶棉花的冬衣，那幫小子就不用每年冬天都生一身凍瘡了。就是太大了點兒，一個人怎麼悄無聲息地運出去呢？怎麼，這下姐姐信了吧？你根本搶不走父母和兄長對我的愛。我只要略施小計，這府裡的一切就仍然是我的。鳩佔鵲巢又如何？我只恨當初祖母心軟，沒有在雪地裡直接掐死。不過你活着回來也沒關係。瞧瞧父母把你丟在這兒，就是嫌你粗鄙上不得台面，他們根本不願見到你。這小院確實挺好，因為偏遠，這些天我把能賣的東西全翻牆賣了，也沒人發現。二小姐也在啊。大小姐，本月15便是您的生辰，夫人特意交代了，已為您備下宴席，城中的名流女眷都會應邀參加。生辰宴，還請了全城的名流。生辰宴？是的，夫人說了，要風風光光的把大小姐介紹給全城的人認識。既然要請客，那這院子確實該修整修整了。正好，趁着辦宴會人多眼雜，這棵樹該有個着落。這可如何是好？這是夫人特意備下的，已經沒有別的衣服可以出席宴會了。上午除了二小姐，沒別人來過吧？只有二小姐來過。小姐，這定是她弄壞的，咱們快去夫人那裡解釋清楚，求夫人再賜一條裙子。不必了，她敢撕裙子，自然就想好了後面的戲。現在去告狀，她只要往地上一跪，哭着說自己不知道。你覺得爹娘會信誰？那咱們就不去了嗎？那豈不是正中了二小姐的圈套？誰說不去？
既然穿不了金龜袖的帐裙，那就穿回老子的本行。姐姐，你这身打扮是……青青，这就是你家那位刚找回来的姐姐？这穿着打扮跟乡下的泥腿子有什么区別？我家粗使奴派都比她穿的金貴，真是丟盡趙府的臉。姐姐，你也聽見了，你這一身毫無世家禮著，為了趙家顏面，還是趕緊離開宴席吧。你瞧什麼？沒瞧什麼，只是這位冒牌貨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，名不正言不順，我沒聽清。你說誰是冒牌貨？你找他貨！我說你這身衣服丟人絕跡，不配前來參宴，聽懂了嗎？趕緊滾出去！怎麼了這是？好好的生辰宴吵成這樣。母親，姐姐失了禮數，我好心叫她回去換一身，她反倒罵我。你這是幹什麼？不是我不願走，而是實在無法苟同青青姑娘的話。方才青青姑娘大聲嚷嚷，說我這身衣服丟人至極。但姑娘可知這身衣服究竟是什麼？木槿，好好的生辰宴，你快起來。青青，快帶你姐姐去嘗嘗新做的栗子。青青姑娘嫌這身衣服粗，嫌這身衣服上不了台面。可此衣是先帝親賜給玄甲營的戰服。先帝親賜。青青姑娘，你說先帝賞賜的東西丟人至極，不配出現在這裡。那我是該走，還是該去官府稟報，說你對先帝不滿？當年索河一戰，玄甲營殺得江水倒流，敵兵盡潰，將士們卸甲不休，於風雪中護送先帝還朝。先帝夜登城樓，見萬家燈火，感念着城下多少玄甲將士已化作枯骨。為知道亡魂，他親自與司醫局商收草圖，親選布帛，方才定下這玄甲營的新戰服。此衣求的是輕便御寒，而非華而不實；圖的是藏蹤匿跡，而非招搖過戶。青青姑娘，你眼中所謂的上不得台面，卻是先帝親筆御畫的軍魂。先帝有旨，胸前刻號，魂歸故里。若同伴折戟沙場，幸存者便要親手裁下同伴的編號，縫在自己身上，帶着他們的命一起活下去。我在軍中搏殺12載，才得這一件戰衣。青青姑娘，你說他丟人，我趙木槿實難苟同。我不知。青青，阿哥，我心口疼。父親將你接回府中，原是想全了這骨肉之情，你為何如此刁難青青？逆子，閉嘴！木槿，今日之事是青青這丫頭出言無上，不知情重，你受委屈了，爹一定好好罰她。是啊，木槿，青青她也是個不知世事的，斷然不是有心冒犯先帝爺，你就原諒她這一次吧。管教？大人想怎麼管教？如何罰，又如何管教？老身也想聽聽趙大人這管教的家法，比之大慶的律法如何？完了，竟是謝老夫人親自發難。太后的親妹妹，當年的玄鐵雙槍女將軍，這位主眼裡最是容不得沙子。謝老夫人，鎮遠侯府的老祖宗，丈夫和3個兒子都填了沙場，如今玄甲營的主將謝卓，便是他膝下唯一的一父子。老爺，這可如何是好？本指望青青能在他面前露個臉，全了與謝將軍的婚事。
初見便壞了玄甲營的名聲，還指望什麼親事？那是謝家的命根頭。教養兒女本是家事，老身不該治學。但玄甲營是謝家滿門枯氏骨所鑄，趙二姑娘当众辱先帝御赐戰服，老身若坐視不理，便无颜見關外冤魂。下官教女無方，萬死難辭。死罪擔不起。敢問趙大人，這管教二字究竟打算如何落實？逆女，不知敬畏，妄议先帝君威，依照家法，杖責30。官人，万萬不可啊！青青她自幼身嬌體弱，30杖下去，那不是要了她的命嗎？父親，青青一介弱女子，如何承受得住？求父親收回成命。這道是索河之戰留下的，當時替将軍擋了一刀，皮肉都翻開了，在那爛泥地裡躺了半宿，也沒覺得這命有多金貴。趙大人，趙大人，同為女子，這位在邊陲搏殺的甄小姐受得住萬千傷痕，趙二小姐難道連自家那幾下家法都受不住？青州乃兵家重地，玄甲營世代鎮守於此，趙大人千萬莫要因為一些不知深淺的言行，寒了萬千將士的心。逆女誤我！來人，請家法！就在這廳前，給我打！哥，我的兒啊！走狗！你們這群趨炎附勢的走狗，有朝一日，我定要！逆子，你給我計生！你是想讓全府的人為你陪葬嗎？孽障！我趙家上輩子究竟造了什麼孽，竟生出你這麼個不孝的女兒？當着滿城名流的面，你將親生父親架在火上生烤，你可還有半點為人子女的廉恥？原本青青與謝小將軍的婚事已是10拿9穩，如今倒好，婆家若是因今日這遭，覺得青青是個搬弄是非的，你這做姐姐的，這輩子都對不起她。在幸，你從回府的第一天起就沒安過好心。我真恨不得當年死在雪地裡的人是你。親生骨肉比不得一張畫皮。大人的戲演完了嗎？哼，滾！從今日起，你被禁足於偏院，無我手諭，不得踏出半步。12年刀頭舔血，什麼愛好沒聽過？這場生辰宴，從一開始就是場腐朽的戲。小姐，他們這哪裡是為人父母，簡直比人牙子還心黑。他們不是黑，只是貪。我爹把我賣人牙子夠不是東西了，至少壞得坦亮，不像這群偽君子，吃人還披張善人皮。禁足，正好。這偏遠的小院離趙府的圍牆可比主廳近得多。這院子裡寒氣重，難為你了。小姐說哪裡的話，奴婢這種實心鳥的，在哪兒都不招人待見。是營裡的兄弟們，在這深宅大院裡，竟還有這般傳信的法子。他們說豬收到了，雞也收到了，那幫小子倒是一個個都沒忘了吃。定是謝將軍賞的吧？信裡說他們把送豬送雞的功勞都歸到了我頭上。將軍問我在趙府是否安好。謝卓將軍，他竟這般惦記小姐，那他為何不親自寫信過來？兄弟們也問了，可他什麼都沒說，轉頭就走。真是個怪脾氣。信上還說，我走後他變得更不愛說話了，總拿着我送他的那只小木猴發呆。木头，这是什么？总不能告诉他，那是老子暗恋他时偷偷刻的小像吧？
小姐，那将軍拿那木猴發呆，究竟是為何意啊？木頭，本將再問你一次，私刻此物究竟是何意？猴子。猴子？对，就是属下进山巡逻时瞧見的野猴子，闲来无事瞎刻的。下次军務檢查，若再有這些不入流的玩物，定不輕擾。原來那東西他一直留着，我以為他早就扔了。將軍定是念着小姐的，既然如此，小姐何不回一封信？跟将軍說，我想回去，我想大家。小姐，将軍可是讓您回去了。木頭，多少人想當趙府的小姐當不上，天爺給了你這份運氣，你就好好的接着他。將軍這是拒絕了。謝卓從不廢話，他不讓我回去。可這分明是謝將軍怕您回營受苦。我是個士兵，軍令如山。官人，妾身起初還盼着那孩子能有幾分悔悟，畢竟是身上掉下來的肉。可如今瞧瞧，他哪有半點當女兒的心腸，簡直是來討債的。原本只是看他那身習氣不順眼，如今老夫只要想起他在那席上的張狂，便覺深惡痛國。趙家斷容不下這等忤逆之徒。青青那孩子，至今還因為那30丈趴在榻上起不來身，臨了還替他求情。兩相一比，妾身這心裡終究是只有青青一個女兒了。小姐，您瞧這满院的梅開得多好，整個青州城都找不出第二處這樣的景致。今日天又放晴，曬着太陽多舒坦。梅是好梅，天是好天，可這四方高牆圈着，連風都帶着股脂粉悶味，到底不如軍營裡敞亮。那兒的日頭才叫痛快，直直照在演武場上，天寬地闊，連呼吸都覺得順暢。奴婢知道小姐心裡憋得慌。自打生辰宴過後，老爺和夫人便連面都不肯見您，府裡下人也都看着眼色行事，本就薄得像紙的情分，如今怕是更剩不下什麼了。早該料到的，沒那點血緣牽着，我在他們眼裡不過是個弄髒了他們錦繡門楣的兵母子。老夫人，這是青青親手做了幾個時辰的如意點心，特意選了最細的雪粉，說是謝將軍常年行軍，應當吃些爽口的。令愛有心了。青青這孩子最是體貼，常跟我念叨仰慕謝將軍的風采。老夫人您若不嫌棄，以後讓青青常來陪您下下棋。下棋就不必了，老身倒是想問問木槿姑娘最近怎麼樣了。如若她不忙，可以叫她來陪我。我巴巴的做了這麼多點心，在那靜安堂坐了半日，他竟連嘗都不嘗一口，反而問起那個賤人。二小姐息怒，謝老夫人久經沙場，斷不會無緣無故的偏向那粗人，定然是趙木槿那賤人使了什麼見不得人的手段，私下討好老夫人。你是說，那賤人也想嫁給謝將軍？哼，他做夢！他那樣的粗人，難不成還妄想麻雀變鳳凰，坐上將軍夫人的位子？二小姐，如今局勢緊要，您得立穩了。老爺和夫人自然是萬分疼您的，可若謝老夫人主動開了口，要那趙穆總與謝將軍定親，恐怕你是說父親會答應？在這權勢門楣前，親情終究是隔了一層。對老爺而言，只要是趙府的女兒嫁入謝家，他的仕途便能平步青雲。至於嫁過去的是哪位小姐，原本這趙府唯一的嫡女是我。這尊貴的謝將軍夫人也一定是我，為什麼偏偏在這時候要冒出一個他來壞我的事？既然他不識抬舉，就別怪我心狠手狠。當初祖母就是太心軟，在那雪地裡沒能掐死這禍害，才留到今日來扎我的眼。小姐的意思是，
祖母犯下的錯由我来補。哼，这一次我絕不會留下任何禍患。齊王千歲偶爾於寒間得見趙二姑娘之畫像，當即驚為天人。這不，命老身馬不停蹄趕來預聘姑娘，這可是天大的福氣。千歲抬舉，只是青青年紀尚輕。趙大人，千歲雖已6旬，卻是皇上的親皇叔，這府中權柄可是全城女眷艷羨不來的。這門親事，您是應還是不應？爹娘，救救我！那齊王府哪是什麼富貴鄉，分明是吃人的虎狼坑。齊王荒淫暴虐，前2任王妃是何下場，滿京城誰人不知？女兒嫁過去，只怕不出2年就要被他活活折磨死。齊王權傾朝野，又是宗親之首，若他親自指明，趙家如何敢抗旨？爹娘，青青這條命，難道真要葬送在那吃人的王府高牆之下嗎？官人，你想想辦法，救救咱們青青呀！救？如何救？齊王乃當今聖上的親叔，那是皇親國戚之首。你便是借我幾個膽子，老夫又豈敢推舉這樁婚事？那可是要滅門的禍事。也是女兒命薄，前些日子我悄悄找道士算了一卦，那仙長說姐姐與我命數相克，是天生的死局。若非要死，為何偏偏是我的青青去送死？其實女兒也為家裡想出了一個法子，只要爹娘不說，誰知道嫁過去的是哪位趙家小姐？可齊王指名道姓要的是你，若送了穆景過去，一旦敗露，那便是欺君罔上的遺族大罪。千里嫁衣，未必真能送入京城繁華。若新娘於半途香消陰殞呢？青州距京城路途遙遙，若人在驛站病逝，齊王難不成還會親馳幾百里去開一副薄棺，確認裡面躺着的究竟是誰？可穆景畢竟是……我也知道，此舉是讓穆景姐姐去送死，我這心如刀割一般。爹娘，若趙家注定要有一個女兒去填那火坑，還是讓青青去死吧。爹娘，青青陪了咱們17年，她才是趙家捧在手心裡的至親，你們當真忍心送她入齊王府等死嗎？可穆景，她終究也是趙家的骨肉。趙穆景，他不過是個泥腿子出身的粗鄙大兵，若不是你們心善將他接回趙府，他早晚也是個橫屍荒野的命。如今他能頂着趙家小姐的名頭，享受這幾個月的錦衣玉食，再替青青去死，那已是他8輩子修來的福氣了。官人，碩兒說得對。既然如此，便依此計行事。穆瑾，忙了一日，累了吧？這是娘親手為你煮的燕窩，你快趁熱嘗嘗。我不愛吃這黏糊糊的東西。阿姐，這可是宮裡賞下來的上等血燕，母親念着你流落在外受了苦，特意為你熬的。你若不吃，豈不是辜負了母親的一片慈心？哼，咱們畢竟是一家人，此前雖有不快，但那都過去了。母親說，這盅燕窩便是咱們和好的信物。阿姐接了這盅酒，你便永遠是這趙府名正言順的大小姐。趙府大小姐，這名頭如今倒是金貴起來了。你们往這裡面加了什麼？娘信佛，看不得這些血腥場面。阿姐，這份大禮你可還喜歡？我早就說過，你鬥不過我的。論心機手段，你憑什麼覺得能贏過我這個世家孫女？外面的馬車已經備好了，阿姐，你放心，你這輩子都不會有機會見到那位年過6旬的齊王。貨不對寶這種事，趙府可擔不起。畫像是你讓人送到齊王府的，對不對？你故意引誘那個老色鬼看上你，
再買通道士，造出什麼命路相克的假象。你賭的就是我那对好父母会毫不猶豫地犧牲我来保全你。趙青青，你这出李代桃柱演的真是一出好戏。阿姐，你方才说我筹谋深重，是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即便流着相同的血，你終究抢不走这17年的恩情。关键时刻，他们舍弃了你这個親女兒，毫不猶豫保全我這個外人。二小姐，馬車已在後角門候着了，定讓他今晚就消失在青州城。不對，不對，你自那日生辰宴後便一直被父親禁足在偏院，前後日夜皆有家丁把守。無論是齊王府的聘禮，還是那道士的卦象，都是府裡的機密，絕不該有人傳到這被封死的偏院。可你竟然全都知道，你是從什麼時候盯着我的？二小姐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你以為這院子前後的家丁真能困住玄甲營的偵查術數？來人，快把他！這一身腱子肉，看着倒挺嚇人。可惜啊，在戰場上，花架子只會讓你死得更快。趙二小姐，我承認，在這後宅的1畝3分地裡，論起算計人心，你或許是一把好手。但你知道嗎？這世間最高明的局，往往不是陰溝裡的算計，而是陽謀。戲台已經搭好了，新娘子也該換人了。官人，妾身這心裡總跳得厲害。青青那孩子手腳快，也不知道處理得乾不乾淨。齊王府的接親車隊已在府外候着了，若此時出了岔子，咱們趙家滿門的腦袋都不夠填到虎狼坑。快！青青，我的兒啊！人呢？那孽障人呢？既然你們想送我走，那這裡我就全收下。奇怪，府裡怎麼還沒動靜？你是誰？感謝趙刺史一家慷慨解囊，資助玄甲營這些緊俏物資。今夜奇襲，生死由命，被點到名者，即為先鋒。吳二郎在，劉守成在。哪來的車隊？這麼沉，好像裝滿了金銀。那是木頭，她不是去當大小姐了嗎？這時候回來幹什麼？不要命了？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違背他的命令。木頭，在。木头，又盯着将軍發愣。打從進營那天起，你這雙眼就沒從將軍身上挪開過。怎麼，還在想當年那幾個包子的情分？秀才，我這輩子撒過最大的謊，就是跟他說我想當他的兄弟。你說什麼胡話？咱們玄甲營誰不知道你是將軍最過命的兄弟？就是木頭。木頭，當初你替將軍擋那一箭，差點把心窩子扎透了，是將軍守了你3天3夜沒合眼。還有那次突圍，是將軍帶着大家生生把你從狼群裡刨出來的。咱們這些人，誰跟誰不是以命換命？是啊，生死相依，以命換命。趙府的高牆，
終究是攔不住你。將軍，那裡只有大小姐趙木槿，沒有木頭。玄甲營聽令，全軍出發！他們每個人都是我的兄弟，我最親的家人。現在，我終於回家了。你看将軍，22歲，謝家滿門忠烈，就剩下這一棵獨苗了。這一仗，他背着整個謝家的魂。將軍告別老夫人出來的時候，那背影我看一眼就心酸。咱們就是他的命，他也是咱們的魂。契約無依，與子同袍。王於姓氏，休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玄甲營，進發！史书載，始元22年初春，鎮遠侯謝卓帶兵大破羌戎。木頭，不對，該叫趙將軍了。敵報下來了，這一戰你先登城頭，連斬敵軍3將，朝廷升你為牙將，緊接着又越級升了副將。升什麼不重要，仗打贏了，兄弟們能活着就好。繼謝老夫人之後，我朝又出現了一位不讓須眉的巾幗英雄。趙木槿這個名字響亮得很。這一仗我們贏了，但這只是開始，將軍。始元22年初春，邊境大捷的戰報尚未傳遍京城，先皇駕崩的噩耗便先一步震動了天下。幼主登基，年僅3歲，這萬里的江山暫由太皇太后坐鎮。羌戎敗退，謝家那小子守住了門戶，聽說他麾下還有個姓趙的女將，斬敵首級，記了頭功。回太皇太后，正是。此女名叫趙木槿，乃青州刺史之女，隨軍出征，悍勇異常。青州趙家倒是出了個有志氣的。傳哀家口諭，遣御史帶重賞版赴青州，宣趙木槿入京嘉獎。哀家要讓天下人看看，我朝女子亦能撐起半面天。奴才遵旨。待會兒御史大人宣讀完恩賜，你記着帶內宣，跪得誠懇些。如今木槿是太皇太后親自點名要見的人，她是咱們趙家的青雲梯，斷不可出半點岔子。老爺放心，那孩子是我肚子裡出來的，母女哪有隔夜仇？當初送他去邊境，也是為了磨練他，這道理他會明白的。趙將軍，哎呀，果然是英姿飒爽。下官受太皇太后欽點，特來接將軍入京。將軍此次立下赫赫戰功，入京後封賞是無可限量啊！木槿啊，御史大人謬讚了，快，還不快見過大人？你能為國效力，為父日夜為你祈福，如今總算是老天開眼，護我趙家門楣。妹妹，哥哥，我以前怎麼就沒發現你有這等統兵之能？聽聞你斬殺敵將，哥哥特意為你潤色了一首詩：木槿花開血色濃，長槍一動掃青龍。如何？閉嘴！妹妹這是殺敵殺多了，性子冷。哥哥是想說，往後你到了太皇太后身邊，你可得拉扯拉扯哥哥。那荊州樞密院的空缺，槿兒，別這麼大的殺伐氣，嚇壞了你哥哥。咱們現在是一家人，你瞧，現在這青州城，誰不以你為榮？一家人，我立下戰功，你們便引以為榮。若我死在塞外，這趙府的門，我恐怕連進都進不來吧。景兒，大喜的日子，說這些陳年舊事做什麼？過去是為父疏忽了。趙青青人呢？青青她命好，她現在已經嫁進齊王府，與齊王舉案齊眉，日子過得蜜裡調油，十分恩愛呢。哦，
舉案齊眉。我若沒記錯，齊王府那地方進得去的人多，能站着說話的人可少。聽說青青小姐去的那晚，王府側門連個燈籠都沒掛。趙青青自詡聰明，妄圖在權力的爐火邊取暖，終究是玩火自焚，把自己生生賠了進去。而如今這一大家子虛偽的人，是打算把輸掉的籌碼全壓在我身上了。青青那是他自己的造化，如今咱們趙家全看木槿你的了。御史大人馬上就来了，咱们得往前看。以前是娘虧待了你，自打你去了边關，娘这心里就沒有一天安穩過。夫人這眼淚是為趙青青流的，還是為我流的？你說的是什麼話？你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啊！景兒，娘日夜在佛前祈禱，就盼着你平平安安。瞧瞧，這臉都瘦脫了相，手上的繭子，娘這心裡比刀割還疼啊！小女在邊塞久了，怕是忘了家裡的熱鬧。大人莫怪，趙將軍那是大將之風，此番凱旋乃是國之大幸。大人見笑了，小女長途跋涉實在辛苦，容她先回後院更衣洗塵，咱們再敘。景儿，此次御史大人带太皇太后巡查，是咱们趙家入京為官的關鍵機機，你可得好好表現，多提提家裡的教導之恩。表現？不然你以為你在那苦寒邊關熬了這些年，刀頭舔血有什麼前途？現在仗打完了，回來安安穩穩做你的千金大小姐，日後嫁個高門顯貴，那才是咱們趙家女兒該走的路。我的確平安歸來了。歸來就好，御史大人已經在路上了，這可是咱們趙家飛黃騰達的好時機。但我許多兄弟都死在了沙場上，馬革裹屍，他們中有許多人不必死的。如果我們的兵器能再好一點，軍營裡的藥材再充足些，甚至哪怕是平日裡的伙食再好一些。行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你現在說這些晦氣話做什麼？晦氣！過去漫長的10幾年裡，邊關沒有錢，每一粒藥、每一塊布都是省出來的。謝卓一直拿自己的錢貼補軍饷，但到底是不夠。景兒，你瞧，打造這園林的太湖石，都是我為了這次接風宴和迎接御史大人，特意讓人從太湖一塊塊花大價錢運過來的。是時候見見御史大人了。御史大人，這是剛出鍋的爆炒鳳舌，請大人趁熱嘗鮮。趙大人這府上的廚子，竟比京城名樓的還要精妙幾分，這味道確實難得。御史大人謬讚了，只要大人用得舒心，便不枉費這番周折。木槿，來，快敬御史大人一杯。將軍，這酒性烈，您這喝法，怕是容易醉了。這水袖上的金線，1寸便抵得上尋常人家1年的開銷，也就這等景致，才配得上妹妹的戰功。陳六、張大膽、王麻子。木槿，御史大人正看着你呢，還不快起身說兩句豪氣話？木槿，你這是做什麼？這可是御賜的好酒。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。木槿，當着御史大人的面，你在胡言亂語什麼？御史大人恕罪，木槿定是方才連擊數杯，酒力上頭，他醉了。不，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。御史大人，你從京城而來，卑職想問，京城每年撥給青州的軍費有多少？戶部有案可查，之前是15000兩，去年邊關告急，聖上心繫將士，升至17000兩。17000兩，17000兩雪花紋銀，大人可曾見過？我玄甲營的將士們在寒冬臘月裡，3人合蓋一床發霉的破被，大人可曾聞到他們在衝鋒陷陣前吃的是混着沙土早已酸臭的陳米？他們依舊吃不飽穿不暖，試問這銀子究竟花在了何裡？看看這金碧輝煌的刺史府，看看這豪奢至極的宴席，御史大人，你有答案了嗎？趙木槿，你瘋了！你是真的瘋了！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在這兒胡言亂語，你是要毀了趙家嗎？快堵住他的嘴！這孩子定是染了疫症，快帶他走！我看誰敢動！我在揭露趙家貪污。這是趙府全年的開銷賬目，每一筆買賣，
每一塊太湖石，每一寸金线水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趙大人，我来替你算一筆账，你1年的俸禄是多少？趙夫人娘家的田庄铺子收成又是多少？那是我们多年经营。这些银子加起来，顶多支撑这龐大開銷的1/3。那麼試問，剩下2/3的錢是哪兒來的？是軍費，是吸着無數將士的血得來的銀子。當我們玄甲營的兄弟血戰沙場，保衛疆土時，朝廷中卻有一個個這樣的蛀蟲。趙將軍，你可知揭發親父貪污，在大朝法出之下意味着什麼？如若貪污之罪坐實，趙府是會被誅9族的。這9族之中，也有你。御史大人有家人嗎？自是有的，我有父母兄長，也有妻子和3個孩子。如果他們遇到危險，就要死去，而御史大人這一命可以換他們所有人的命。御史大人願意嗎？願意。我也願意。玄甲營才是我的家，若貪官污吏還在，將士們會一直受苦。若我一人流血，能換我真正的家人們安康，我心甘情願。本官懂了。太皇太后令牌在此，如朕親臨。青州刺守趙東至，還不跪下領罪？領罪？領了罪就是個死。既然你們不給趙家活路，那就都別活了。來人！趙東至，你竟敢公然抗旨！旨意？哈哈哈！只要你們死在這裡，誰知道有什麼旨意？趙東至，你究竟貪了多少，才會讓你想要直接誅殺朝廷御史，來實現滅口？御史大人，別怪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身邊這個逆女如此不孝，非要自尋死路，還要牽連了你。你這是謀反！在這青州，我就是法，只要證據沒了，人也沒了，誰能定我的罪？放箭，一個不留！大人，不好了，攔不住，根本攔不住！是玄甲營，玄甲營殺進來了！大人莫驚，我早料到趙東道此人自私狹隘，若被逼入刑定，定會狗急跳牆，因此提前讓玄甲營守在門外。謝哲，我要去京城了。如果我沒回來，你要照顧好我的小穆侯。建昭2年春，以青州趙家為始，一場流血的變革在朝堂內發生，無數貪官污吏被抓，有些掉了烏紗帽，有些則直接掉了腦袋。趙家被牽連9族，而趙木槿身為趙刺史的親女兒，自然首當其衝。趙姑娘，外頭鬧翻天了，玄甲營那幫漢子不吃不喝，正跪在午門前寫血書替你求情呢。玄甲營，他們本就不該捲入這朝堂漩渦。趙將軍護邊疆，御強敵。若功臣淪為階下囚，若熱血換來的是斷頭台，我玄甲營3萬將士不服不平。謝將軍，你在這兒跪了10個時辰，折損的是你這身為大朝守御的傲骨。哀家問你，今日如此堅持，是為了你的兵求情，還是為你的心上人求情？回太皇太后，微臣與趙木槿相識12載有5年前的雪河嶺一戰，微臣重傷昏迷，是木槿生生把臣從死人堆的雪地裡背了出來，走了30里，他也受了重傷，血從我們各自的傷口流出來，滴在雪裡融到一處，分不清誰是誰的。他怕我睡着了就再也醒不過來，於是他就逼着我跟他一起唱歌。7月5日，與子同袍，望與心事休若，與子同酬。玉兒也愛唱這首歌，你和你母親還真是像。算起來，哀家已經多年沒聽到自己的妹妹唱這首歌了。我這妹妹當年便是性情中人，也養出了極好的孩子。這個極好的孩子，在20年後成了我大朝的將軍，不僅守住了邊關，還為我朝帶出了一群忠勇雙全的將士。征戰沙場，守衛疆土，是為大忠；肅收朝府，嚴懲貪官，是為大勇。
而以玄甲營為家，寧可冒天下之大不韙，也要為同朋為家人謀得一線生機，這是為大孝。趙木槿雖為逆臣之後，然其行其事皆是為國為民，如此忠孝兩全之人，何罪之有？不僅無罪，且當重賞。太皇太后三思啊！趙木槿身為餘孽，若開此先例，國法何在？規矩何在？此舉斷不可行。若赦免趙木槿，朝廷威嚴何存？哼，規矩，爾等口口聲聲談規矩。玄甲營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，卻無米下鍋時，規矩在哪兒？臣等只是依律而談。規矩是人定的，若律法要斬斷忠臣義士的脖茧，那這規矩要來何用？記着，是人治天下，而非規矩治天下。謝卓，聽令。微臣在。趙木槿檢舉有功，且護國之志不減，今特赦趙木槿無罪，即日起令其重回玄甲營。從今往後，他便是你的副將，你們二人繼續替哀家、替這天下守衛青州。京城的最後一道折子批下來了。趙东志與其子趙碩已於昨日午時間解。趙夫人呢？他免了死罪，但已入奴籍，没入掖庭勞作。還有趙青青，他在齊王府本就失了勢，聽聞父兄死訊後，在病榻上嘔血不止，沒撐過當晚。謝卓將這些消息帶給了我。在邊塞無垠的曠野裡，我們都沒有說話，就那麼並肩坐着，看着遠處天際線升起的一彎淡月，一起靜靜地望了望月亮。木槿，那年在雪河嶺，你背着我走的時候，真的一點都沒想過把我扔在那兒嗎？扔了你，誰給我發軍饗？我知道你在沙場上幾次三番用自己的命去換我的命。我也知道你在宮外長跪10個時辰，求那一道赦令，但我們都沒有再說感謝的話。12年並肩作戰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動作，便早已心領神會。於是當真正的需要開口說些什麼時，卻都顯得笨拙。那個小木猴有些舊了，你可以再刻個新的嗎？好啊，這一次我會刻得好一些。爹爹，哎呦，想死二叔了！快骑大馬啊！你這憨貨，穩着點兒。將軍、副將，這陣法，於小虎。冬瓜，你是真沒眼力勁兒，還是故意的？這時候去請教什麼兵法？走走走，先跟哥幾個喝酒去。我們從不需要對彼此說愛。因為愛已在天地之間。